男人将枣放到女人肚脐眼里，然后轻轻一按。男人的手段让女人浑身燥热，就连冰块也被迅速融化，而男人也做到了充分利用，女人十分享受。而男人又拿出了五花肉，这是女人的最爱。我只能用牛逼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。话说，在一艘米国的航母上，士兵们看上去都在积极备战，可实际确实在积极备战。有用发动机火焰烤香肠的，有为了接橄榄球跳海的，有扛着炸弹玩碰碰乐的，有拿战斗机练侧方停车的，甚至指挥员都在跳着芭蕾。瞧你指挥的，直接给人家撞反组了。不过在这艘航母上还是有高手的，他就是王牌飞行员兰木，最擅长的就是空中杂技。他不但飞行技术过人，而且非常遵守交通规则，空中超击还不忘打双闪。就在兰木洋洋得意时，飞机却突然失控了。驾驶员兰木成功跳机逃生，可后座的搭档却被卡住了，无法弹射，跟着飞机一头扎在了地上。幸好并无大碍，搭档刚想感谢上帝，忽然被弹飞了出去，不过还是安然无恙，只不过头上多了一顶皇冠。还别说，这玩意儿戴头上还挺帅的。而此时正是猎鹿季节，就在他一脸懵逼的四处张望时，一声枪响。一个从天上掉下来都摔不死的飞行员，就这样被人当麋鹿给秒了。时间晃晃，20年过去了，海军上校按响了帐篷的门铃，男主兰博闪亮登场。虽然住的有点穷酸，但粉兔子拖鞋却显得格外时尚。草原上穿拖鞋是原则，帐篷上挂门铃却是一种态度。谁让他是主角呢？而兰博正是飞行员兰木的儿子，2年前也是名飞行员。可只要有人提起自己父亲，兰博就会失控，所以只能提前退役，隐居在一个印第安部落里。现在长官来找他出山执行一项军事任务，军方将此任务命名为黑鹰坠落。部落长老同意兰博重新出山，并且还送给了他1件皮夹克。就这样，兰博骑着拉风的机车出发了。中途发现了一位骑马的姑娘，正是本片女主玛丽。兰博顿时眼前一亮，为了引起美女的注意，他直接开始了即兴表演。你是真不怕车头一翘，阎王大笑。谁知玛丽也不甘示弱，直接上树玩起了花样体操。先来了一个转体360度大回环，接着是高难度的720度旋转落马，然后直接溜溜球，弄得兰博是一愣一愣的。看来妹子是把不了了。兰博在走完一段惊人的减速带后，屁股快震碎的他重新回到了基地。来到宿舍，兰博遇见了3个人：鸡眼、小帅和掉毛。鸡眼是兰博的搭档，可是他连握手都找不到方向，居然也能当上飞行员。小帅是兰博的死对头，两人一见面就互掐，因为小帅的父亲正是照片上那个被猎杀的假麋鹿。掉毛看两人又对上了，出面让他俩握手言和。握手是握手了，就是这言和。这天，大家都在试飞新型战机黑鹰号，测试战机在城市的低空飞行性能。这波操作绝对是霸气侧漏，市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，交警们被弄的是鸡飞狗跳。就在准备返回时，小帅故意提起了兰木的名字。兰博一听父亲的名字，瞬间失控，差点机毁人亡。好在飞行技术过硬，有惊无险。为了防止事故再次发生，他决定找基地的心理医生。推门一看，这不老熟人吗？原来玛丽就是基地的心理医生。在随后的交谈中，玛丽随口提起了她父亲当年的事。兰博再一次失控，掰断了椅子不说，玛丽的心理辅导是啥都没听见，临走时还被电工乱扔的电线电到。在女神面前成了这副德行，这真是糗大了。晚上一脸沮丧的兰博来到酒吧，一眼就看到了玛丽。身材火辣的她正在现场演示反重力学，让牛顿的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。话筒线更是几公里长，边唱边游走在男人堆中。兰博一看机会来了，马上露了一手自己的绝活，两人妥妥的上演了一把郎才女貌，在酒吧撒完狗粮，两人感情迅速升温。随后，兰博来到玛丽家中，孤男寡女干柴烈火，两人互相的聊来聊去。我说就不能好好的吃个水果吗？你看把玛丽给聊的，肚子上的温度堪比铁板烧，冰块放上去随即融化，就算是在肚子上煎的蛋，烤个五花肉什么的都不是什么问题。酒足饭饱了，至于你们后面要做啥运动帮助消化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与此同时，一场激烈的拳击比赛正在进行，军火商和上校边看边盘算着，打算利用兰博的心理问题造成飞机失事，以此来促使军方更换机型。第二天，针对飞鹰坠落任务的训练正式开始，而任务负责人则是二货将军，他人如其名，就是个二货。说飞机的引擎声太吵，直接拿了条毛巾塞进了耳朵，还左右拉了拉，声称自己的耳道是不锈钢制的，
旁边两人看的是目瞪口呆，随后接过旁边人递过来的耳塞，直接当药片吞了下去。看来这老头也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主。鸡眼还是被取消了飞行员资格，因为他的视力实在太差。可马上就要起飞训练了，兰博的影子都没见着。鸡眼一看，仗义地穿上了兰博的衣服，爬上了他的飞机。掉毛和妻子一番花式秀恩爱后，爬上飞机，开始了今天的训练。而另一边，奋斗了一夜的兰博突然惊醒，火急火燎地赶去训练场，搞得掉毛夫人一脸懵逼：“你不应该在天上吗？”不一会，鸡眼那里就出事了，他和前面的飞机来了个亲密接触，鸡眼被弹射了出去，可不偏不倚卡在了掉毛的座椅下面，掉毛跟着遭了殃，飞机开始迅速下落。仗义的掉毛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想方设法的先救鸡眼，用鞋底狠狠地对他的脸，终于救出了这个害人精。可他自己却随着飞机掉了下去，兰博一把别过掉毛夫人的脸。令人庆幸的是，掉毛毫发无损地从坑里爬了出来。就在他刚想长舒一口气时，救护车迅速赶到了。不过不知道是哪个瞎眼开的，直接又将他撞回了坑里。兰博骑着心爱的小摩托迅速赶来，把掉毛从坑里抱了出来，把他送进救护车。用头关车门就不说了，最后这2下你确定不是故意的？救护车司机接着就是一路颠簸，专挑能让担架飞起来的路子，救人还是杀人咱也不好说。救护车一路飞奔，总算到了医院。下面就该过俩担架大哥这关了，愣是把掉毛的脑瓜子放在自动门那里夹了半天，最后才依依不舍地推了进去。就这样，通过一帮人的通力协作，精心配合，全力救治，掉毛终于领到了盒饭。在葬礼上，二货将军致完悼词，士兵们鸣枪致敬。结果将军以为敌人来了，掏枪就是啪啪啪，就连手雷都用上了，甚至拿棺材盖当起了掩护。我说掉毛都这样了，就不能让他有个善终吗？这天，航母上围绕着紧张的气氛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兰博跟玛丽道别，承诺打完仗就回来跟他结婚。航母这边，黑鹰坠落计划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二货将军也赶来了。这出场方式挺别致的，鸡眼依然是阴魂不散，从空中转移到了后勤，同时也配上了2米厚的眼镜，但总是让人放心不下。全体成员开着飞机在航母上集合，刹车装置居然是一根线，结果每个人都不得不撞一下头，其中一个连脸都撞变形了。不仅如此，有坐着轮椅跟飞机抢停车位的，还有开着飞机去买菜的，你也不怕吓着人家？出发前，军火商作为顾问暗中使坏，切断了战斗机的发射系统，航母全体出动了。将军的帽子不小心被吹飞，二货竟然让在船上做记号，等会儿回来取。没多久，兰博他们进入敌方领空，立马遭到了敌机的拦截。可战机的发射系统被破坏，根本无法发射导弹。更糟糕的是，军火商故意提了兰博的父亲，兰博再次失控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。这时，上校终于良心发现，告诉了兰博20年前的真相。原来他的父亲兰木并不是逃兵，而是英勇地营救自己的搭档，用订书机修理引擎盖，用自己身体充当临时机翼。父亲兰木是真正的英雄。上校的一席话，瞬间治好了兰博的失控症，他体内的小宇宙瞬间爆发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，先是独门绝技，大耳光伺候，2架敌机瞬间就这么玩完了。然后一个急刹，直接空中停机，躲在云里和敌人玩起了躲猫猫，结果敌机全都撞毁在了山丘上。最后还把敌人的追踪导弹引到了敌国的核动力场，任务顺利完成。不仅出征的队友们成功凯旋，兰博自己也从巨大的爆炸中顺利脱身。只是他降落的方式有点特别，一时之间，兰博成为了所有人的偶像，小帅也和他和好。上校把军火商的邪恶计划公之于众，全程不在线的将军这次终于正常了，一拳打倒了军火商。任务结束了，兰博依然骑着小摩托回到了那个帐篷，玛丽已经等了很久了。这又将是一个烤肉的夜晚。至此，故事结束。整篇故事看起来无厘头，其实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。每个人都会有彷徨无助的时候，只要信念不倒，终有一天都能飞上蓝天，迎来繁华似锦和美好的未来。好电影，值得你用心看完。这里是北仑讲电影，希望与你的下次相遇。